雕刻家基本確定會有 ID 人格。雕刻家第5年信件家具爆料。這邊來看一下雕刻家第5年的角色家具獎勵，是一幅肖像畫。這幅肖像畫透露的信息還是挺多的。首先是背景這邊出現了3張手稿，最左邊的話是畫着鬥犬形象的手稿。這個鬥犬的話，第一時間就想到了病患嘛。比較有意思的一點是，它是一張沾血的手稿。這個血跡的話，有沒有可能就是來自於病患呢？然後這張手稿被標記為繆斯2。中間這張的話則是畫着卡利爾佩的胸像，是一張比較新的手稿，被標記為繆斯3。有一個細節是，它是貼在一頁盲文的後面，這個盲文的話也就是對應盲裡嘛。這裡的話也可以看到盲文的紙張，而最右邊的這張手稿上邊則是畫着一只飛翔的鳥兒，寫着繆斯1，是一張有一些年頭的手稿。也就是說，這邊的1、2、3的代號應該是指代那個創作的一個時間順序。另外，這個飛翔的小鳥有沒有可能是雕刻家第1年信件中提到那個被關進石中的鳥兒呢？接着我們再看回這個肖像畫的一個細節，除了手稿之外呢，可以看到圖片中出現了3個雕像。最左邊這個就是小說家，這個跟他那個3視圖特別像，應該就是小說家了。中間這個的話則是那個雕刻家自己，右下角的話則是盲鳥。最後的話是個人的一些猜測，結合此時雕刻家的一個穿搭是比較乾淨整潔的，可以看到他身上的話沒有那種絲帶，也沒有那種電療的設備。最關鍵一點是他並沒有坐着輪椅而是坐在椅子上邊，也就是說此時雕刻家是一個比較健全的樣子，並沒有殘疾。而目前遊戲裡邊那個坐着輪椅的殘疾形象，個人猜測的話，應該是之後其他實驗組的一個樣子。大致就是說，雕刻家是以健全的狀態同盲女小說家以及新患參加了地主實驗組。在這個實驗組中，雕刻家並沒有殘疾。然後實驗組結束之後呢，雕刻家回到家中進行創作。也就是這個肖像畫中的一個情形，可以看到跟地主實驗組相關的一些東西比如說這些出現的人物。以及這個鬥犬盲文的紙張這些東西。另外，之前仙霄設計視頻裡面提到，盲女這一組的話，還有1名求生者跟1名監管者沒有上線，再加上雕刻家目前遊戲裡邊坐着輪椅的殘疾狀態，應該是之後其他實驗組的樣子，所以雕刻家在盲女這一組的話，應該會以全新形象出場。第一種假設的話，就是如果說求生者是雕刻家的 ID 人格的話，那麼形象設計應該是跟肖像畫這個樣子差不多。而監管者比較可能的就是盲女的 ID 人格了。然後第二種假設就是，如果說監管者是雕刻家另一 ID 人格，也就是图转图的話，估計會有其他新颖的形象設計而不會是肖像畫這樣。那這樣子的話，求生者估計是該組的一個新角色，具體的話就只能等之後的爆料了。最後的話來看一下這個肖像畫在歸宿中的樣子，這個的話是背面的一則留言。然後還有就是雕刻家前1年的信件動作將上架紀念商城，大家的話可以使用紀念代幣進行兌換。好了，以上的話就是本期視頻的內容，我們下期視頻見吧，拜拜。